之前，出去旅行了3年，是真的在旅行。回来了以后，很想要跟大家聊聊天，是因为我的生活不允许，是因为我们还没有谈到一个说可以把这件事情公开的程度。我其实前些年一直在等待沈玉伦先生公开这件事情，因为我觉得讲这件事情的人，叫什么呢？他可能有他的方式去讲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说就好了。但是因为我等太久了，然后呢，就由我来跟大家讲这件事情好了，因为我身边的所有朋友都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就讲了，对，但是我还是想说，请大家不要去攻击沈玉伦先生，因为他现在情况也很糟糕，他也在吃很多种药，也是好几天起不来床，然后他也很在意你们，对，然后刚才我们这位小姐妹叫小星仔，然后她说了一个官方的回答，她问我你要听什么回答，然后她说有官方的，有私人的，有怎么的，我就只想听官方的，因为官方的在我的理解里是经过思考、思虑和考量的，然后官方的回答他回答的很好，就是无论你们两个怎么样了，我如果爱你们两个，我都会一直爱下去这样。然后我也希望沈玉伦一直好，对，我们希望你们两个彼此都很好。谢谢。我们这2天都在说平安就好，健康就好。好，大家问我沈玉伦为什么也在吃药，因为他也有抑郁症，就是他跟我一样，他是双向，就是躁郁症，他吃的药，就是怎么说呢，情绪比较稳定，吃了以后，但是经常会起不了床，然后呢，其实我也有点双向，但是我双向医生给我开的呢都是偏抑郁的药，因为我的抑郁比较严重，就是我是，就是会一直吃安眠药，让自己睡很多天不吃饭的那种。因为昨天我跟美人见面了，然后所以他，跟我约了下午见面4点钟这样，然后呢，我们2个就见了面，然后见了面之后呢，因为我现在见到他我会有点紧张，然后所以见面前我就会吃安眠药。是他约你见的吗？对，是他约我见的。因为见了面，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在谈分开的事情嘛，那我自己是还是会见面心情会不好。你们俩真离婚了吗？我们俩现在没离，但是我们俩真的要离。然后呢，我们是在英国 Chester 注册的，所以我们得回英国 Chester get divorced， yeah。离婚后还可以谈恋爱吗？离婚后可以谈新的恋爱啊，当然可以啊，这是每个人的自由，对。但是我的话，我觉得我不可能再进入一段。你说谁？你说沈玉伦啊？沈玉伦现在有没有回归生活，跟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了，因为我们2个是1年前分的手。对，就是1年零3个月，因为是去年的8月16号，当时在那个酒店大堂吧，我当时正在喝咖啡，然后接着呢，他给我发了一段语音，很长的一段语音，
然后呢，我就有了决心。对，发的什么内容啊？这个就太隐私了，这个就不跟大家分享了。对，反正就是一段我不舒服的语音。对，没有原则性的问题，我们两个分开只是因为那个叫什么异地恋，跟大家说过很多次。对，对方没有出轨。我想做一个坦白，在我的手机里隐藏照片中有将近600张不同的床照，或者说床铺照片更为准确，因为他们就只是实实在在的在床铺本身，没有一个人在里面。这些照片有的拍摄于朝霞满天时，有的记录在落日余晖中，当然也有许多是停泊在了无边的黑暗、无边的夜里。流浪者应该自己会变成一个被时间稀释的笑话，这是流浪的职业操守。浪迹天涯是一种纯粹失去的仪式，不应该奢望留下足迹或是名声，更不该期望成为许多还未曾是流浪的人的英雄主义梦想。因为流浪的过程本身是完完全全燃烧的过程，你可以用你的荷尔蒙、动脉血管、儿时的梦和肋骨为自己燃烧，但你不应该延续、期待、抚平、慰藉和超脱。我去过许多悠远和深厚的地方，那些地方完全是我认同的理解，所以在我离开那天，他们会主动的和我像是曾经去过的痕迹被逐渐模糊的过程一样，就像他们抹去我一样。我感觉我成了暴风雪，只是雪从我的身体落下，先淹没掉的是我离我最近的足迹。我不能用流浪的路途去向往路途，再用归途的路途去向往回家的路。在卢克索，埃及人告诉我，咖是人入睡或死亡时他会离开身体时的声音。咖需要被善待、被滋养、被呵护。它不光是灵魂，还是魂魄和精神力量。咖在冥界有自己的形态，是死者死后的一种延续。咖如果度过冥界沼泽时，不小心就会永恒的沉沦，无法自拔。我以为咖如若住在我们的身体里，那么我们的船在我的身体失去知觉时，一定是完整托举过我的咖的。海明威在《老人与海》里记述了古巴渔夫圣地亚哥和巨大的马林鱼的彼此陪伴。耄耋老人在58天后捕获了马林鱼后，在大鱼上钩开始，老人就没有松开过马林鱼。马林鱼在顽强抵抗多日后，被老人的意志力征服，但在回程途中，马林鱼尸体遭遇鲨鱼袭击，老人用折断的木柄作为武器，守住马林鱼的尸骨。最后抵达海岸时，大鱼只剩下了鱼骨头，老人身体疲惫力尽，精神却如获新生。你曾在84天一无所获或者更长吗？如果你也这样，那么你85天，请你也像圣地亚哥一样，忘却残酷的现实，出更远的海去流浪。在你走得远的地方只剩下你和你的马林鱼时，征服那条盘旋于你心中多年的马林鱼，然后尽其所有的守护好你的伙伴。他会和你一样勇敢，因为他曾和你搏斗。那种赴汤蹈火的勇敢永恒不能熄灭，
而古老的方法也永远不会失传。我们应该不抱期望的出海、流浪、做梦、放逐和去放逐一个人。说完流浪，我想跟大家谈谈流浪的昵称——旅行。崇山峻岭，涓涓细流，姹紫嫣红，斜风细雨，无一不能感染我的心。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威廉·华兹华斯咏叹大自然不能背离他热爱的人。最微小的花朵对于我能激起非泪水所能表现的沉思。今天我想和朱军在分享旅行中你还会遇到的一种情况是，那就是人偶然遇到特殊的人。我说的特殊不够特别，因为特别算是褒义词，而在这个世界上不乏特别的人，就是特殊的特殊，它不够特别。这本质上也是一个关于船的故事。有一年春节，我在南昌华侨城福朋喜来登度过了一个冬天。我住的是转角的套房，那是一个两边玻璃都是落地窗的套房，四周除了水上的乐园之外，其余的都是广袤的草地。在我严重失眠的夜里，有时候半夜关了灯，我会反反复复地打开卧室的灯，然后在阳台呢一坐就是许久。有一天夜里，我看到了一个拿着摄像头对着我的方向拍摄的人，然后呢，这让我有了兴致。我穿着浴袍从大堂小径直接包抄了他。他见到我时先是被吓了一跳，发出抑扬顿挫的啊哈，然后接着呢，感觉他卯足了劲儿，让自己强装镇定。然而他脸上的表情镇定自若，就像在拍摄公园里鱼池或者周边的一些造景一样的摄影爱好者一样。他把相机藏到身后，我顺着他目视的方向看过去，只对着我房间亮灯的位置。你喜欢这个？我问他，心里我没用装备给我的船拍过这些特写，于是我有了一个计划。他一时语塞，我看了他身后齐行的装备，爱好可真不少，这附近都是摄像头。你胆子可真大，照片里有我。我继续问，他急忙慌忙离开。我会报警，我大声疾呼，乐不可支。他急忙停下来，回头说，别报警，求你。没有裸照，日常照，我是学美术摄影的，我需要素材。说完他给我的相机，然后并且向我承诺全部会删掉。我问他没撒谎，然后他说他没有。我看了所有的照片，我不喜欢任何电子设备上自己的脸，说实话，本质上来说我不喜欢。但是当我打开闪光灯，然后对他拍了几张照，然后把相机还给他的时候，他说其实这种感觉也蛮特别的，不报警的话有个请求能做到。我说，他说您尽管说，我太久没有这样被人瞩目了，我喜欢继续这样被拍下去，但不能这么显眼的位置。如果知道了别人在拍摄会不自在，微信加上，电话打给我，如果消失了，我会找上门。但是要在我看不到的位置拍摄我的一天，我的所有。然后他居然喜上眉梢，问我真的可以吗？一般是11点，早上起床的时间，我会洗完澡不穿衣服，从阳台那边出来透风。我说不用，你这样弄得我像个偷窥狂。他垂下月，缓缓地叹了口气，他始终觉得自己是理亏的一方。为什么选择是我？我问他，可以说实话吗？他似乎放下了戒备，你最好说实话。我想观察你，又买了一个这样的镜头。你一个人在酒店住那么久，你肯定是外地人，我不想在本地惹出乱子。拍摄这样的照片
需要擦得非常干净的落地窗，然后夜里呢不能反光，在适宜的高度。我那天那样子的拍照，你偶然的走了进来，天气可以说是锥心刺骨，你就穿着一条内裤站在阳台上许久。夜里如果你来回走动，对焦也是一件麻烦的事情。这一切可以让你成为一个完美的受害者。大家怎么总是在问我是不是分了，是不是真的分了？那你们回答我吧，你们告诉我是不是分了 ？Please。我跟你们说，如果我跟美伦今天分开了的话，只有一个原因，没有任何狗血的原因。我们两个如果今天分开了，是非常体面的分开，只是因为异地恋。月亮与六便士，斯蒂克朗格先生，他可能要去追寻他的月亮，但是我需要陪伴。在我的世界里面，家庭和爱是核心。我们两个可能之间有这个冲突。但现在我们两个还在解决这个问题，所以说现在我不能够跟大家说我们已经分开了。我们有在咨询婚姻咨询，然后 thank you baby， 然后呢，但是我们之间确实是遇到了一些问题，如大家所见，我跟美伦我们之间的这段感情，我知道很多人参与到了其中来，已经将近10年了，然后我们是可能就是真的，就是我朋友跟我讲说你是纯元，就是你是最 original 的那个零。我不喜欢这个说法，对，是 original 的零，就是你知道，就是 original 的，你可以说我是一个知道就是最圆的那个纯元，你知道吗？但他又是个零纯元，你知道？然后就他就跟我讲说，就是你们是中国的纯元，就是所以说。我是一直真的是在吃太多的药了，我没有办法去，我一整天我现在因为在治病，我现在是惊恐嘛，就是 PTSD， 就是因为我跟美伦的这个关系，我现在还没有接受，就是因为这个问题，我们两个现在就是在吃药解决，然后当然就是美伦也不好受，他也在吃药，我其实我跟你们讲真心话，就是我不知道人和人之间相爱，明明两个相爱的人为什么会太过于体面的照顾对方感受，而不会去讲出一些就是一些会伤害对方的话，只会处理自己，对，就是这种的。但是我希望他好，我希望美伦，能够不要顾虑我。我跟他讲说，你，就是 please， 你如果真的喜欢唱歌，那就请你每一年就是出一张专辑，因为这是个长尾效应，就像我出书一样的，就是你应该有初心，不要忘记了。你当时跟我讲说你要去唱歌，你虽然说你去3个月，然后你骗了我6年，你都没有回来。然后呢，我自己已经，我都不会自慰了，我已经忘记了，对。然后所以，我会希望他能够一直去做这件事情，因为这个会是一个我觉得很了不起的事情。但是我不会去要求他说，比如说我有一次在武汉失控了。然后我当时去学了人体解剖学，就是anatomy， 然后呢去解剖我自己的血管，对，就这样。我希望他勇敢一些，对，就是比如说，然后呢，就比如说我是 gay， 然后呢，我会希望我会为 gay 去做出一些，我作为一个 gay
LGBTQ 这个群体发出声音，去改善，然后去告诉大家说 Love is love。如果两个相爱的人在这个世界上，如果他们不可以相爱，那我们就要去修改法律。对，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non-negotiable， 没有可以商量的。对，那这就是我的个性就是这样的。因为就像当时我跟美玲我们要去结婚，那国家就出了一个就是说要限制什么，就是这方面的这个信息吧。我们当时没有想着要结婚，是因为我当时看到那个新闻以后，我当时就说我就是要去结婚，而且我立刻5月31号我就要在英国结婚。对，然后因为这一些就会让我的性格就是因为我只活一次 you know low ho， 就是现在有一个词叫 low ho， 就是 you only live once， 就是我只活一次，我这一次我一定要，我必须要，对，就做出一些改变，就是给我的兄弟姐妹，就包括我今天见到你，我今天我们在这个抖音平台可能都不认识的，但是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，这是真实的，就是你如果比我强，那我会为你鼓掌，但如果你不如我强，你是我的兄弟姐妹，我会拉你一把，我会照顾你。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每天觉得小动物、小猫、小什么好可爱，但是我觉得人类真的太可爱了。而且就是用罗素先生的那句话来说的话，就是我还对人类有着无限的悲悯。然后这个就是我想要做的。